苦楚之战第2章，会中订婚宴第6集。徐永道送订婚戒指，严宝慧到笕桥探望未婚夫。是吗？姐夫对你说什么？他问。男人间的谈话不便告诉女士，他说。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话，他说。宝慧，爱吃什么尽管点吧。他指着菜不说。他只点一盘茭白素炒香菇，不再点其他菜。只点一个菜，怕我付不起账单，他说。说对了，他笑着说。我虽不付，让你饱餐一顿还是没问题。放心点吧，他说。我想知道你爱吃什么，我帮你点一个，他说。我喜欢大鱼大肉，点了怕吓到你，他说。他点了清蒸鲈鱼、东坡肉，特意为他点了冰糖、桂花莲子羹。菜很快上齐，二人各自做谢饭祷告。之后，严宝慧喝一勺带西湖清廉淡雅和东洋金桂浓香的桂花莲子羹，低头沉默，面带忧伤。味道如何？他问。他低头不语，眼睛湿润。不合口味？他问。正合口味，母亲从前常煮给我喝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爱喝桂花莲子羹，他说。猜的，凭感觉，你多半喜欢这类食品，他说。徐教官，你的判断力有些吓人，他说。我的判断力只对敌人有杀伤性，不必害怕，他说完，吃一大口东坡肉，夹一块鲈鱼肚子上的肉，放在他唇边让他吃。他咽下口中的饭，先给他倒杯茶，然后自己倒一杯，说。过2周，中央航校举办毕业典礼和恳亲会，蒋中正校长，也就是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和夫人来参加。你不知道吧？蒋夫人是航空委员会秘书长。我想请你以我未婚妻的名义参加，可以吗？你还没有正式求婚，我怎好称是你的未婚妻？他说。宝慧，请把你的左手递给我，他说。他从口袋里取出几小时前在福来首饰店定做的白金钻石订婚戒指，轻柔戴在他的左手中指，说。严宝慧小姐，我单身汉徐永道正式向你求婚，请你做我的未婚妻。没料到订婚戒指戴得这么意外。他说。这就算订婚吗？只是订婚前奏。3个月后，圣诞节前，我们回上海，请亲朋好友和订婚证明人在会中饭店办订婚宴，好吗？他说。他点点头。徐永道此刻心情极好，这趟来杭州该办的事都办成了。吃完饭，他陪他回广安医院，准备去宿舍看看。他俩经过医院内的小花园，徐永道见长椅上坐着一个人，背影很像林浩恩，心里说是幻觉。越不想见谁，谁越出现。走近一看，果真是林浩恩。徐永道心想，林浩恩不用费10几万找你，现在就了结。他对严宝慧说，你先回宿舍休息吧，我有事和林浩恩谈，之后我们一起回笕桥，改日再去你宿舍看看。好，他对徐永道说。林先生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告辞了，他对林浩恩说。等他走远，徐永道对林浩恩说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
看一位开刀的同事。林浩文说，昨天晚上我找你时，为什么只字未提你帮我未婚妻安顿的事？徐永道说，你未婚妻？林浩文反问，就是刚和你告别的严宝慧。徐永道说，徐教官，我必须向你汇报私人行踪吗？林浩文反问，你干什么我管不着，以前的事不用再提，以后不许你接近我的未婚妻。徐永道说，我只是偶然遇见严小姐，顺便帮忙，别无企图。林浩文说，你心里怎么想你知道，我提醒你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徐永道说，再次声明，我没有夺你未婚妻之意。林浩文说，请你告诉令妹，严宝慧有未婚夫，请他帮你另外物色。徐永道说，徐永道，我的事无需你多虑。林浩恩说，林浩恩，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但是神让我先遇见她，并且求婚，她答应我了，她属于我，你无权追她。你熟读圣经，该读过雅歌，两个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他和我一样喜欢百合花，他把自己比作一粒粒的百合花，正好遇到深爱百合花的我，这就是天作之合。徐永道说，徐永道，请不要拿圣经为你的狭隘辩白。严小姐是独立的人，她属于她自己，不属于任何人。你们不过刚认识，尚未举行有证人在场的订婚仪式。我看重友情，不愿横刀夺人爱，否则现在追她并不算迟。林浩恩说完，不等徐永道反应，转身快步离开。徐永道跟在林浩恩身后走出医院。他从杭州城站跟到笕桥站，出站后两人分道扬镳。严宝慧回宿舍，坐在桌前，取下徐永道刚才给他戴的订婚戒指，拿在手里端详，惊喜发现戒指里镶嵌的钻石形状是百合花，又见戒指背面刻着 Love since 1936。 此刻他的心被爱充满，憧憬着爱，从1936持续到永远。10月11日是礼拜天，严宝慧从杭州城站坐火车到笕桥站。傍晚，在他去中央航校的路上，落日的余晖使天际呈现宛若水彩画般层次分明的云霞。他平素喜欢静静望着4幅主题图，那是真实存在却旋即消失的天然图画，即日出、日落、月升月隐。带给他内心平静的是使4幅画按时出现的那股力量，那道真光，那种安详。日出前、日落后，宇宙大地一片黑暗，没有美感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茫然的暗与黑。他意识到一切美感只能在光里显现。他请2天假来笕桥，打算后天下午回杭州。他不让徐永道去笕桥火车站接他，说自己认得路。下车后，他坐黄包车去第一次来笕桥时住过的招待所。徐永道以为他订了房间。正当他欣赏壮观的日落时，一架飞机从云层里穿过，进入他的视野。他看到这架飞机，想知道飞机里有几个人，驾机的是什么人，是徐永道的学生还是他的同事，或许正是他自己。晚上9点多，徐永道才忙完工作，赶到招待所去看严宝慧。他一脸紧张说，宝慧，对不起。
这么晚才来看你，晚餐吃的什么？彩云松糕。他说，什么糕？在哪里吃的？他问。在路上。他笑着说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剑桥有卖这种糕点？他问。不是买的。他说。别人送的。他边问边想着，莫不是林浩恩送的吧？你想吃，明天带你去吃。他说。他疑惑地看着他，他不想说，他没吃晚饭，怕他担心，这么晚了再去给他找吃的。他习惯于礼拜天禁食晚餐，彩云松糕就是他一路看到的片片彩云。他见他不想细说彩云松糕，就不再追问。彩云松糕要等明天傍晚才能吃，眼下只有桂花糕给你尝。他说着，取一块从杭州专给他买的桂花糕，放在他嘴边，他咬一大口，差点把他的手指吃进去。吃完这口桂花糕，他神色凝重说，宝慧，今天上午蒋校长来航校视察过，明天一早阅兵，有飞行表演，毕业典礼下午举行，晚上有恳亲会，明天必须早起，今晚你早点休息，明早6点我来叫你。中央航校现任校长虽说是黄光瑞，但教官还是习惯称蒋中正为校长，原因之一乃因蒋中正是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校总校长。徐永道向严宝辉道别前，情不自禁抱住他，想吻他。他轻轻推开他，说，你累了一天，明天要忙一天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他不想聆听他，正转身要走，他问，永道，日落时你在天上吗？在来航校的路上，我看见一架飞机从云里钻出来。宝慧，你要不说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从飞机上看见你了，还跟你打招呼呢。他说，我一直盯着那架飞机，没看见你打什么招呼。他说，下次我看见你就围着你转一圈。他说，千万不要，多危险啊。他急忙说，他笑出声来说，宝慧，看来你真没坐过飞机。说完，他趁他没注意，快速亲他的脸颊，然后转身跑走，边跑边回头说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